这几天在等我的 Switch 2快递的时候，我老是想起一句评测界的名言，说 iPad Pro 虽然很强，但它仍然是一台 iPad。我对 Switch 2的初期期待大概也是这样，我知道它是一个 Pro， 它是一个 S， 但是它不像我对以往的任天堂主机的期待一样，有一个非常大的创新点。对，所以呢，这种感觉就让我在等这台机器的时候，其实我的心情就跟每年期待一台更新配置的手机或者电脑是类似的。然后等到我真的把它拿在手上的时候，这种感觉就变得更明显了。它的主机、底座、手柄，所有都大了一圈啊！虽然主机的厚度没有变，但是增加了整个100多克吧，拿在手上感觉还行。然后这个屏幕的提升很明显啊，分辨率提高了，然后色彩、亮度都很好啊。当然它这个尺寸呢，我看着我就稍微会有点担心它会不会很脆弱。手柄跟主机之间的连接现在变成磁铁，装上去取下来都很简单，而且那个手感很好。但我发现我想要取手柄的时候，往往还是下意识的想要去把它往上提，没办法，这个 Switch 出来实在是太久了啊。这次的 Joy-Con 可以竖起来当鼠标用啊，我去试了几个这种 demo 演示，我觉得太多年不用鼠标了，真的是。我现在去打一些那种同时需要精度和速度的这种瞄准游戏，就非常不适应啊。但是呢，我很喜欢它里面一些拿这个鼠标跟陀螺仪跟 HD 震动2代结合在一起，去模拟一些像是打高尔夫球啊，或者是刮油漆啊这种体感，我觉得这个还挺细腻和真实的啊，很看好这种被用在游戏里面带来更多的玩法。另外就是这个新手柄变大了以后，横过来拿的时候，它的摇杆和按键其实离旁边有点远，手感一定程度上也变差了。还有就是我也不是那么喜欢这个首发的配色，我觉得稍微有一点沉闷。所以对我的第一印象就是跟我的预期差不多，直到我打开了马里奥赛车世界，就这个游戏太疯狂了，太刺激了。一口气玩了2个小时。马里奥赛车世界给了我很大的信心和期待，就我知道我即将在这个平台上继续享受到很多的好东西，度过很多很快乐的时间。有一句我很喜欢的话是这么说的，有很多东西我们都需要买2次，第一次花钱，第二次花时间，而你第2次的支付其实才是你真正获得这个东西的价值的时候。我觉得对于游戏机来说，可能这个情况会更特别，因为游戏机上的游戏你也要再买2次。上个月我第一次去了京都的任天堂博物馆，还有大阪环球影城、超级任天堂世界，玩得挺开心的。但我现在想说的是，马里奥赛车世界这个游戏，它既是一个任天堂博物馆，又是一个环球影城。你要跟23个对手一起赛车，每个人手上都有道具，每个人都在攻击，然后大家都想开得更快。然后那个赛道虽然很宽广，但是同时发生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眼花缭乱，还不认识路，心跳加速。我觉得这种时候跟在环球影城做一个 ride 的那个心情和感受其实是类似的，当然跟4K 分辨率跟60帧的输出是有关系的，但是机能带来的这些提升效果其实又不止这些。这个游戏里面有30个赛道，分布在一个无缝连接的广阔的世界上，赛道中间有公路连着，还有昼夜交替，还有天气变化。在不比赛的时候，你可以自己开着车慢慢的走遍这个大陆的每一个角落，你可以开很快，也可以开很慢，你可以飞起来，你可以下水。这张大地图上还藏了超过300个驾驶技巧挑战，几十个隐藏的图章、奖牌，还有很多很多的 NPC 角色，数不清的惊喜和细节。在你自由漫游的时候，陪伴你的是超过200首马里奥这个游戏的历代名曲，全部重新编曲，全部重新录音。就算你真的去到了任天堂博物馆，可能你也得不到这一份的体验。所以我觉得这完全就是一个马里奥系列40周年的一个非常好的纪念。我去看了一个马里奥赛车世界的开发者访谈，他们在这个游戏立项的时候做了3个很重要的决定，一个是要用一张无缝的大地图，一个是要让更多的玩家一起比赛，最后定为24个，然后第3个呢是一个艰难的决定，他们放弃了在 Switch 上面来实现这个项目，因为 Switch 做不到。
他们把主机的性能比喻成一个容器，那在 Switch 2这个更大的容器里面呢，就有更多的可能性可以被执行。虽然很多工作的强度、精度这些要求都会提高，但是我觉得任天堂的这些开发者或者艺术家吧，他们得到了更大的创作空间。就像以 Wii U 作为平台可以开发出旷野之息，但是呢没有办法去支撑王国之泪里面那些非常丰富的自定义组合道具的功能一样，机能决定的不光是画面，还有就是从一开始就决定了创意的可能性。 Switch 2的下一个专属游戏是7月份会发售的东奇刚交力全开必须说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游戏玩法，这是一个动作游戏，强调的是力量和爽快感但是在这个游戏里面呢，东奇刚可以用他的拳头砸坏这个地图上几乎所有的东西，自己开拓道路寻找宝藏。我没有见过这样的玩法，说不定只是在那里乱砸一通也会有一种乐趣，这不知道，得等游戏出来了以后玩一玩才好说。就像我也知道不是每个人都会喜欢马里奥赛车世界一样，我觉得这两个游戏更多它有一种象征意义，就好像是一种新的可能性在我们眼前揭开篇章那种感觉。好像这两个游戏里面有一种共通的那种很兴奋的氛围，我觉得有点像是终于被解放的设计师、开发者、艺术家们的一种心情的体现吧。他们现在可以放更多的树，更多的沙子，可以做更真实的波浪，他们可以藏更多的看上去不重要的细节，他们现在可以用更丰富的语言来创造互动。我甚至有种感觉是 Switch 这台主机比较反常的一个生命周期，是不是一定程度上反过来拖累了开发者的创意，就有点像是发售的时候因为 bug 太多成为话题的宝可梦朱紫这个游戏，现在到了 Switch 2上面大家才感受到它真正的魅力。我看到 Switch 2的制作人说过一段挺感人的话，他说在任天堂公司里面，从很早以前就有很多人一直怀着执念持续的进行各种研究，有很多很遗憾的没有被采纳的想法都在等待将来可能会有被实现的机会。然后在这篇访谈的开头，这个制作人说 Switch 2最重要的使命就是要提升处理速度，一方面呢给开发者空间，另一方面呢也给他们挑战。因为你知道 Switch 是一个连你进商店买游戏都会卡的一个系统，这够说明问题了吧。还有语音功能很多游戏其实都挺需要语音功能的，但是因为机能的限制，这个功能最后用手机 App 来实现，非常不方便，我从来没有用过这么多年以来。但是呢，这一次任天堂做了一个新的我非常期待的语音功能。哎，谁是谁啊？我现在分不清了。哇，我是那头牛，苏小阳有头，打他！摄像头啊！我要去买摄像头，必须买呀！他们希望制造一种新的玩家之间的连接方式和氛围，既符合当下大家分享游戏的这种趋势，但是又非常有任天堂的特点，非常简单易用，又适合他们大部分玩家的一个场景。他们把这个场景形容为社团活动室，大家没事就可以来看一看，既可以大家一起玩同一个游戏，但是也可以各做各的事情。总之就是在这里一起度过一段时间的这样一个地方任天堂围绕这个功能做了挺多努力的。他们在这个主机的顶部做了一个麦克风，还出了一个配套的摄像头，然后还有一个芯片是专门来处理声音的，还有呢就是家长控制机制这些，甚至在手柄上面新增了一个专门的按键。我们跟好几个朋友一起试过这个功能，我觉得效果非常满意。我们坐在离主机大概2米外的沙发上，就用正常的音量说话，可能比我现在录音的音量都还要更小一点点，对方可以听得很清楚，而且它只会收到我的人声，我的手柄按键的声音，我自己电视上游戏的声音，还有我们家那个扫地机器人很吵的经过的声音，对方完全都听不到。就是这个，你随便找一个这种蓝色大按钮，你试试看，它有难有简单。在那秘密展里面也有一个房间是专门展示这个技术环节的。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我觉得这个处理能力就在他需求的这个场景里面肯定是绰绰有余的。视频也很方便，它会自动帮你把背景去掉，对的，然后把你的头像放到你的赛车上面去，被击中的时候那个头像还会在那里转，就一切都是自动的。太好的摄像头。当然我觉得在这个社团活动室里面最重要的功能还是游戏画面的分享。
因为我觉得这个场所最有魅力的时候，可能就是大家各自在玩自己的游戏的时候，但是呢又看到朋友在玩什么，然后呢就以此为话题开始聊起来。这个游戏什么时候开始好玩啊？要花钱吗？你说游戏本身要花钱吗？还是？是的，因为它看起来像花钱的游戏。要的，还不便宜呢。作为一个兴趣使然的游戏主播啊，我一度妄想过 Switch 2上面会不会出一些方便我们这些人的功能，比如说那个录制的时长能不能多一点啊，方便我们拿去分享，或者是你有没有内置的直播功能什么的。那现在看来任天堂并没有忽视这一点，但是呢他们选择的是让他们的更多的玩家可以很方便的去跟自己的家人朋友一起度过玩游戏的时间，而不是帮助更多的人成为 UP 主，成为 YouTuber。 幸好我也是一个很喜欢看朋友玩游戏的人，真的我太好奇了，就很多时候我看到我的朋友上线，有人玩着我没有买的游戏，我有一个好友他玩皮克敏4的时间已经上千了，我太好奇了，我太想看看1000多个小时的皮克敏4能打到什么程度了。还有就是我很会玩动森的朋友玩动森，以前都是吃饭的时候带出来他玩给我们看，那以后在线上也就可以一边看一边聊天。还有很笨的朋友打王国之泪也是很有看头的，这个朋友就是我的王国之泪是有录实况的，大家感兴趣可以看一下。好像可以了，在这样画面下说好像可以了，真的是不是很好，但是好像真的可以了。总之就是我觉得反正都是云游戏，为什么不云朋友的呢？对不对？大家还能聊聊天，而且我觉得有人在旁边看自己打游戏这件事情其实也是一个很特别的体验。我从小就体验这个，我小学的时候放学同学就会来我们家打红白机，然后那时候我们去街机厅也是身边围一圈人，那个压力很大的。上大学以后寝室的朋友一起打游戏，那后来工作了以后也是周末大家会聚在一起打游戏，在家的话就联机，我后来做实况做直播，反正我就留下了很多可以记很久的事情。打桌球失败了。说了一些古早的事情啊，但是我觉得可能每一个分享过自己的这种30秒的高光时刻小视频的 Switch 玩家都可以理解这个感受，就你玩游戏的时候你就是有很丰富的感情想要去分享的，那如果这时候有你的朋友在旁边，那会是一个很特别的事情。但是真的去开一个直播呢，我觉得又是另一件事情，那个就是一个各种层面上都很麻烦，也不是那么有必要的事情，我觉得。所以我现在还挺期待这个功能的，我觉得等到更多的朋友开始用 Switch 2以后，我可能就会哪怕我今天不想玩游戏，我也打开游戏机看一看谁在线啊。如果你在玩的话，我可以跟你聊两句，我觉得也是一种很放松很享受游戏的方式。从来没有想到互联网可以让世界人连在一起。对啊，不过想想还是挺感慨的，当年宫本茂老师小时候在洞穴探险的经历，后来就启发了很多伟大的游戏。然后我们现在隔离的时候，任天堂的员工在家开远程会议的这个经历，启发了游戏聊天室里面的游戏画面分享。行吧，不过我觉得这也是 Switch 2的一个特点吧，就是或者说它的一个理念，就是利用系统级的这样的一些社交功能，还有就是更好的硬件环境，可能可以改变过去的那1万多个游戏的可玩性。我觉得这个也算是一种让熟悉的事物变新鲜的方法。这2天其实我有很多朋友上线的时候，我看了，就是很多买了2代的朋友其实也没有在开马车，他们也就是在玩以前的游戏，把以前游戏重新捡起来玩。我觉得我也会这样，我也会开始用更高的分辨率和更便利的这些新增的道具去把我的王国之泪打完啊！我还差一个神殿，打工再也不会卡的 Splatoon 3，我觉得我也会再玩。玩不动的话，我就去看朋友玩。对，所以如果对 Switch 2短短的几天要有一个结论的话呢，我觉得 Switch 2很强大，但它仍然是 Switch， 或者说
它才是 Switch， 它是完成形态的 Switch。你们开的时候有空看一下别人的屏幕吗？没有，一点也没有。哎，不是说强力吗？怎么一个蓝龟也没有啊？你是想要蓝龟还是？现在不想要了。来了呀，这就是你要的蓝龟。